大家好，欢迎来到所思非所想，我是老冰棍。算命作为中国人来说，再熟悉不过，我想多数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或多或少都算过命。不管你信与不信，算命已然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早在很久以前就传遍整个东亚地区。算命的人被称之为某某半仙、算命先生，甚至因为其复杂的理论衍生出命理学。替人算命的人又被称为命理师，占卜、测八字、看手相、看面相、卜卦、紫微斗数、奇门遁甲、堪舆风水。算命的手段千千万，到了现代又流行起了西方的占星术、塔罗牌、水晶球，甚至扑克牌、麻将也能算命，凡所应有，无所不有。只要你喜欢，我感觉我键盘上的26个英文字母，只要组建一套系统就可以开算了。当然之前谈到的中国古代的算命手段，那可比我这26个英文字母玩法要高深多了，个个都是高深莫测的神秘学，一个门派就有很多分支，每一支都能养活一堆人。在我看来，就跟游戏更新迭代，玩法变得差不多，大家同样信道，你是正一道，我是全真道，他是太一道，大家都信耶稣，你是新教，我是东正教，他是天主教。只要你会玩，只要你会解释，组个自己的群，成立一个小门派不是大问题。比如作为古代算命手段之一的相术，那就能分为面相、手相、骨相、风水、藏经等等。所谓相，就是以人的面貌五官、骨骼、气色、体态等等来推测你的吉凶祸福、富贵贫贱等。于是我已经按捺不住了，想一想你头皮的光滑程度，看看你胳肢窝的腋毛长度，或许也能发展为一套不错的相术。算命当然是算人命，既然人全身都已经观察了一遍了，那就得求助其他的东西来算了。比如占卜，这个占卜学问就更大，分为求签、问碑、梦占，比如周公解梦鸟占、动物占、易经、骨牌等等。所谓人算不如天算，一切听天由命吧，抽中哪个是哪个，梦到什么是什么。看到彩票站里坐满了人，我好像又有了新主意。这里单给大家解释下鸟占，就是看鸟啥品种叫了几声在哪里叫叫的方向有多少只等等。我是不得不佩服古人为了占卜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这个鸟占可不光中国有，整个南岛民族乃至希腊、罗马、印度可以说是人类智慧的结晶。由此我想到我家大黄昨天夜里丑时与东南方向叫了3声，我现在已经懵了，不好，东西被偷了。好了，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反正我的大黄占已经注册了，都别跟我抢。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看着手中的玫瑰花一朵朵的掉落，我的玫瑰占还不错吧？当然你也可以用月季、香菇、树叶，甚至找个癞蛤蟆来数数牛身上到底有多少毛。既然周围一切随机，听天由命的东西都可以成为占卜的工具，只要发展出一套让人捉摸不透的理论，自圆其说，恭喜你就是教主了。现在是各位门主发挥你想象力的时间了。好了，人也观察了一遍，周围的事物也用的差不多了，那就抬头看看天吧。星象术出场了，大家抬头都有自己的一片天，你占你的星，我看我的月，你有你的12星座，我有我的黄道节日。你说天狼星上升，尼罗河要发大水了，我说3台星中克星背明，主星优异，无命休矣。星星看完了，轮到术数了。所谓术数和方剂一起被统称为方术。简而言之，前面是理论基础，后面是技能实践。都有什么技能呢？比如请神、房中术、经方等。所谓经方就是方剂，我们所谓的开方子，中医上就叫开方剂。而阴阳五行正是中医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对患者望闻问切，然后开出各种草木金石的组合。有点扯远了，我们从河图洛书到八卦周易、阴阳五行、奇门遁甲，站在古人之古人的肩膀上，把这些理论融会贯通，兼并包容，发展创新，就可以用在算命上。比如黄极经世、焦氏易林、元包经、太玄经、亡人络道等等。这里也单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亡人络道，就是道教术士或者民间的男腐师。你听这名字就知道和佛教脱不了关系，就是介于道教和佛教中间的神职人员，然后用死者行年推论亡魂投生的方法，按天道、地道、人道、佛道、鬼道和畜道至于掌中循环计算，推演结果写于丧榜之上。你一听这天道、地道怎么和佛教的6道轮回这么像？没错，这就是佛教汉化的结果，是战国时期那些喜欢研究阴阳五行，被称为阴阳家的一伙人进行演化创新，发展出一个6道轮回掌诀，
他们把阿修罗道改成了佛道，就成了道教的六道。要不我说融会贯通很重要呢？你瞧，把六道轮回搬来了，那就要开始念咒了，有生辰八字，就名辰八字，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时候死的，多少岁死的，然后就要编口诀了。这样你下辈子投胎是地狱还是畜生才好算得出啊。所谓男命顺天行，女命逆佛走，10岁一位，小数一算，天道、地道、人道、佛道、鬼道、畜道，这六道的顺序是不能变的。男的死了就从天道开始算，女的就从佛道倒着数过来，这就叫男命顺天行，女命逆佛走，10岁为一制，剩下的小数一个一个算。举个例子，有个男的虚岁87，死于丁酉年8月初5 40，按此计算，先按照年从天道计顺着计算，天一制，地二制，人三制，佛四制，鬼五制，畜六制，天七制，地八制，就是80岁，剩下的7岁再一个一个的按照顺序接着算，人81岁，佛82岁，鬼83岁，畜84岁，天85岁，地86岁，人87岁，推算亡魂投生人道。你看懂了吗？还没完呢，先把哪年死的给算完了，下面开始月了，然后日，最后时，还是按照同一个顺序，把时间分摊开来，最后到哪里，哪里就是投胎的地方。这个套路你是不是学会了？我先搬来阴阳五行，再搬来天干地支，最后加一个西方的12星座，再加一道游戏规则，这套理论就开发完毕了。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确实是一套数字游戏。你要问我为什么女的死了就要倒着数，鬼知道。作为一个民间习俗或者说民间信仰，这没什么不好，但如果被人恶意利用进行诈骗，这倒是屡见不鲜。民国初年，那个靠面相给人算命的诈骗集团江湘派，借人们的迷信命相和风水而进行巨额诈骗。诈骗者们往往假称自己泄露天机，故无法或算不准自己，算不准他人时，则往往质问他人，一旦找到缝隙，便借此开脱，背后拥有一套严丝合缝的行骗流程，对你做局，就是吃定了你。至于你说古代算命先生支个摊子，举个旗子号称某半仙，算不算诈骗？这个要另当别论了，毕竟犯罪动机很重要。关于算命，实在扯得太多了，大家伙还以为我是来传播封建迷信的，咱们赶紧回归正题。综上所述啊，古人把自己的命运、人性乃至某件事情、整个国家的未来和天地万物、宇宙、日月星辰联系在了一起。按照现代哲学的观点，他们把主观思想和客观存在达到了完全统一。不管是阴阳五行还是周易八卦，他们都充斥着朴素的哲学思想。不管是神仙方术还是命理学，都是他们的可贵实践。在当事人的眼中，这便是他们的科学。如果你能学会以上所讲的任意一种方术，穿越到任何一个朝代，便是那个朝代的专家学者，奇人异士。这也是为什么历朝历代都有各种能人大儒投身这些理论的研究，犹如科学之于我们，那便是他们的宗教，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精神寄托。以至于科技如此发展的今天，在科学还不能解释的东西上，依旧有不少人对这些我愿称之为古科学的东西深信不疑。我们和他们一样，也在寻找和发展自己的理论，不断的解释这个世界，自圆其说，而解释可能是无止境的，所以科学不是万能的。那么以现在的科学观点，为什么算命是迷信，是伪科学？这里我先解释几个心理学名词。第一个叫弗拉效应，也叫巴纳姆效应，说的是人会对于他们认为是为自己量身定做的一些人格描述给予高度准确的评价，而这些描述往往十分模糊及普遍，以致能够放诸四海皆准，甚至适用于很多人身上。比如最流行的12星座运势里面的描述，很多人都说准，其实那些模糊的描述放在哪里都行。比如白羊座今天的话术，部分人可能会不考虑后果的想要做出成效来。处女座今天若是能有团队帮助，或者不是孤军奋战，你可能更容易达到自己想要的目标。好家伙，不是废话就是心理暗示，这不就是算命先生的话术吗？不信你可以找多一些你的朋友做个实验，这不马上就可以论证了吗？所谓不能被证伪的科学不能叫科学，既然叫做效应，肯定是经过大量科学系统的研究后得出来的结论。先听听下面一段话，这是美国心理学家弗拉于1948年对学生进行的一项人格测验。如果学生认为这段话是描述自己的，契合度分数就高，0分最低，5分最高，来进行评分，结果平均评分为 4.31， 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人认为绝大部分是描述自己的。这段话就是星座式样的话术。你祈求受到他人喜爱，却对自己吹毛求疵，虽然人格有些缺陷，大体而言你都有办法弥补。你拥有可观的未开发潜能，
尚未发挥你的长处。看似强硬、严格自律的外在，掩盖着不安与忧虑的内心。许多时候，你严重的质疑自己是否做了对的事情或正确的决定。你喜欢一定程度的变动，并在受限时感到不满。你认为自己是独立思想者，自豪并且不会接受没有充分证据的言论。但你认为对他人过度坦率是不明智的。有些时候你外向、亲和、善于交际，有些时候你却内向、谨慎而沉默。你的一些抱负是不切实际的。好家伙，你是不是认为也在说自己？这心理暗示妥妥的。其实真实的你恰可能不是这样的。这也做了实验。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你是什么人？你什么性格？活泼还是开朗？你的亲朋好友最清楚。让他们写一份报告，再搞一张星座是描述的假报告，再给学生测，结果一大半选择的还是那个假报告。要不说这玩意有毒呢？研究表明，对于你愿意相信的事物，小小的模棱两可的话语就能击穿你的内心。某某 CX 头子，听懂掌声。你越愿意相信上帝的存在、外星人的存在，你就越喜欢那些正面评价他们的话术，然后你就越相信他们的存在，恶性循环。所以洗脑有时候潜移默化，很简单。研究表明，人们更喜欢听那些正面的话语，如果让他们选择，就会给自己心理暗示，甚至强加在自己身上。如果那份星座描述式的话语里全是各种负面的描述，你就不会完全认为是描述自己的，完全抵消了这个效应。这就是所谓的自利偏差。对自己好的东西谁不喜欢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忠言逆耳，为什么人都喜欢听好话。有个小说叫《少女波利安娜》，她是一个孤儿，她在面对任何困难时都积极乐观的面对，甚至感染周边的所有人。无论生活多么凄凉，她依然真诚快乐的面对。心理学家把这种潜意识里偏向于积极乐观的现象称之为波利安娜效应。在潜意识层面，人的大脑会倾向于关注乐观向上的信息，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人们都喜欢积极乐观阳光的人了。大家都喜欢正能量，而不太愿意关注负面消息。所谓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要用它寻找光明。人们在面对压力时就会变得较无自信，而倾向找人算命，它是人们尝试趋吉避凶的一种形式。比如算算今年你流年是否顺利啊，说白了是你的一种精神依托。这让我想起了当年一个叫算命的纪录片，主人翁厉百成，一个残疾的算命先生，颠沛流离，靠给人算命为生，而找他算命的多是生活在底层的妓女。作为底层的自己更是生活不易，多方辗转，命运多舛，每日期待时来运转，到最后可叹一句，算不尽芸芸众生微贱命，回头看五味杂陈奈何天。好了，关于算命今天就聊到这里。才疏学浅，水平有限，有偏激或者错误的地方多多指正。我们下期再见。